今天我们要聊一个令人震撼的话题，吃这些食物真的能杀死癌细胞吗？听起来仿佛天方夜谭，但有一位名医公开了5大超级防癌秘辛，甚至有人靠着这些方法，在短短半年内让癌症奇迹般的全消失。到底哪些食物有如此神奇的力量？这背后有什么科学原理？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用浅显易懂的方式揭开这5大防癌秘密，同时分享那位创造半年抗癌奇迹的故事。首先抛出一个问题，你相信晚期癌症可以逆转吗？许多人也许会摇头，毕竟癌细胞失控增生常被视为不治之症。但刘伯仁医师可是一位在癌症营养疗法领域享有盛名的工人医学专家，其境告诉我们，只要做对几件事，癌末病人的存活率可以大幅提升，甚至出现难以置信的康复案例。如果方法正确，人生随时可能上演奇迹。他强调，每个人体内其实每天都会产生数以千计的癌细胞，为什么有些人最终罹患肿瘤，有些人却能平安无事？答案往往取决于我们内在环境和免疫防御是否给了癌细胞可乘之机。简单说来，癌症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养出来的。当生活习惯不良、饮食失衡，等于在体内给癌细胞浇水施肥。反之，若懂得正确饮食与保健，就能让癌细胞无法立足，甚至活活被我们饿死或毒死。听到这里，您是不是充满好奇，究竟有哪些神奇食物和生活秘诀可以让癌细胞闻风丧胆呢？接下来我们将按照刘医师提出的5大防癌秘辛一一为您揭晓。第一大秘辛，传统治疗加饮食关键，双管齐下战胜癌症。许多人以为抗癌就是手术、化疗、放疗那一套，但刘医师点出一个常被忽略的关键是饮食与营养。要创造抗癌奇迹，正规治疗结合关键的生活改变才是王道。刘医师分享了一个真实案例，一位癌症第4期的女性，在接受医院治疗的同时，遵循她的建议，彻底调整饮食和作息。这位病人把冰箱里的精制糖和垃圾食物通通清掉，天天大量摄取高营养的蔬果、高品质蛋白，并补充特定营养素。结果短短6个月后，检查发现她体内的癌细胞竟然全面消失，连医生都难以置信。你可能会想，这是奇迹吗？其实这并非偶然，而是综合策略的结果。传统医疗手段杀死大部分肿瘤细胞，同时营养介入提高了他身体的免疫战斗力，清除了残存的癌细胞苗头，并修复受损的身体环境。很多末期病人在撑过艰难治疗后，最后败给了复发或并发症。而这位女士透过饮食改造，大幅降低了复发风险，成功逆转了命运。这告诉我们，抗癌不能只靠医院的一刀一药，你自己的生活方式调整，往往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对抗癌细胞的主力军，只要掌握正确的方法。第2大秘辛，打造不利于癌细胞生长的饮食环境。那么，癌友究竟该怎么吃，才能提升免疫力，压制癌细胞呢？刘医师的建议其实也适用于预防癌症的人。核心思路是2少2多，也就是少喂养癌细胞，多强化自身正气。首先第一个，少就是少糖少精制淀粉。众所皆知，癌细胞是嗜糖的，小小癌团对葡萄糖的渴求量远超正常细胞。有句话说，糖是癌细胞的最爱，一点不假。医院的正子摄影检查就是利用含放射标记的葡萄糖来寻找体内的肿瘤，哪里摄取的糖分多，哪里往往就藏着癌细胞。当我们高糖高淀粉饮食，血液里葡萄糖飙升，相当于在给癌细胞加油打气，助长其扩张。相反地，如果我们控制糖分摄取，保持血糖稳定，癌细胞就仿佛断了粮草，增殖能力会明显下降。所以刘医师特别提醒，癌友与一般人都应远离含糖饮料、蛋糕甜点以及过度精致的白饭白面包。想吃淀粉时，用适量的糙米、全麦制品等粗粮取代，它们升糖较慢且含有纤维，有助于平稳血糖。第2个少是少红肉与加工肉。过量的红肉、牛羊、猪等摄取与某些癌症风险增加有关，而世界卫生组织早把培根、香肠、火腿等加工肉列为1级致癌物。刘医师并非要大家完全不吃肉，
而是建议癌症患者和一般人都应减少肥肉加工肉，将蛋白质来源改为白肉，如鱼肉、鸡肉，或者植物蛋白，如黄豆制品，这些相对更健康。此外，料理方式上也要避免烧焦或腌制过重，因为这些都会产生致癌物或增加身体负担。说完少的部分，再来是多的部分，也就是多吃对抗癌有利的食物。刘医师特别点出了3大类黄金超级抗癌食材，几乎所有抗癌饮食指南都少不了它们。第一类是新鲜的各色蔬菜，尤其值得推荐的是十字花科蔬菜，例如花椰菜、青花菜、高丽菜、白菜、萝卜等等。这类蔬菜含有硫代钡、糖体等植物化合物，经过简单汆烫或清炒后，会释放出强力的抗癌成分，如著名的萝卜硫素，能诱导癌细胞走向致灭，还能帮助肝脏解毒，清除致癌物质。每天餐桌上有一大盘绿花椰或高丽菜等等，与给身体配备了一支专杀癌细胞的特种部队。除了十字花科，深色叶菜如菠菜、甘蓝、地瓜叶等，和鲜艳色彩的蔬菜，红萝卜、南瓜、甜椒、茄子等等，也都富含胡萝卜素、茄红素、花青素等各种抗氧化营养，可全方位降低罹癌风险。简单来说，每天务必至少5份蔬菜，一份约1小碗，而且颜色越缤纷越好，因为不同颜色代表不同抗癌物质，在体内各司其职，联合作战。第二类黄金食材是低糖高营养的水果，很多人一听要抗癌，就狂灌果汁，猛吃水果，结果一次吃下过多果糖，反而不利健康。刘医师建议水果要选对种类，适量摄取，重点是抗氧化物含量高而糖分相对低的品种。有哪些水果是抗发炎抗癌的翘楚呢？例如莓果类，草莓、蓝莓、黑莓、蔓越莓等，就是公认的水果抗氧化霸主。别看莓果体积小，里头的花青素等多酚可是超级强大，能保护细胞对抗自由基伤害，抑制癌细胞血管新生。此外，奇异果、柑橘类等富含维他命 C 的水果，以及石榴这类多籽水果，也都很值得每天来一颗。水果每天吃2到3份即可，一份大约一个中型苹果或1小碗切块，不要为了摄取营养过量摄糖。如果担心糖分，优先选择低 GI 水果，例如苹果、莓类、酪梨等。酪梨值得特别一提，它虽然是高脂肪水果，但属于好油脂，富含维生素 E 和胶质，能降低发炎反应，也没有甜味，是抗癌水果中的特殊明星。第3类超级抗癌食物，则是很多人意想不到的菇类与姜蒜等天然辛香料。中医有句话，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说的就是提高自身抵抗力的重要性。而菇菌类食材，如香菇、五菇、灵芝、猴头菇等，含有贝塔、聚糖等成分，能大幅激活免疫细胞，使我们的白血球更勇猛地去围剿癌细胞。有些研究发现，常吃菇类的人罹癌率较低，就是这个道理。每天汤里炒菜里加些菇，不但增添美味鲜味，更是在给免疫系统加油打气。至于大蒜、姜黄、洋葱等调味辛香料，则可以说是直接对癌细胞下毒的高手。大蒜里的蒜素能杀菌抗病毒，还能干扰癌细胞的代谢路径。姜黄中的姜黄素更是被科学家广泛研究的天然抗癌物，对多种癌细胞都有抑制作用。或许您听过印度人饮食中姜黄用得多，某些癌症发生率就较低的说法。虽然饮食不是唯一因素，但充分说明姜黄的价值。日常做菜时，不妨加入1-2瓣大蒜，1小匙姜黄粉，不仅提升风味，也在默默守护您的健康。总之，透过多蔬果、好油脂、菇菌和香料的组合，我们在体内营造出一个让癌细胞窒息的环境。缺少糖分这种养料，充满对它们不利的植化素和免疫因子，癌细胞要生存繁衍就难上加难了。谈到饮食，不得不提许多癌友关心的一件事，精力汤究竟好不好？所谓精力汤，简单说就是把多种蔬菜水果、生机食材放进果汁机，一口气打成泥状的混合饮品。很多癌症患者或家属相信，每天1大杯精力汤可以补充满满营养，提升体力，对抗癌症。
对此，刘医师给出的看法是，精力汤可以喝，但有2大关键务必要注意。第一，要注意组合与糖分，千万别把精力汤变成果汁饮料，一味丢很多甜水果下去，导致含糖量爆表却缺乏关键营养。正确的配方应该是蔬菜为主，水果点缀。例如可以选用绿色蔬菜、菠菜、小黄瓜、芹菜等十字花科、花椰菜、甘蓝叶，再加上一点点苹果或凤梨，增添风味就好。如果只图好喝，丢太多水果，那不如直接喝果汁算了，反而违背了抗癌初衷。第二，要注意卫生与安全。由于精力汤多半使用生食材，对于免疫力低下、白血球偏低的癌友来说，一杯未经过煮沸的蔬果泥其实潜藏感染风险。生菜水果表面可能带有细菌或寄生虫卵，正常人吃了没事，癌友却可能因此拉肚子，甚至感染严重病菌。因此制作精力汤前一定要仔细清洗，甚至以安全的方式消毒食材。有些蔬菜可以先用热水烫一下再打汁，以平衡生食的风险。如果做不到严格把关，那刘医师宁可建议癌友暂时不要喝生冷的精力汤，改用蒸煮方式来软化蔬菜，再食用效果其实相近且更安全。总之，精力汤并非神奇灵药，但作为补充蔬果营养的一种途径是可取的。只要记住少糖多菜，注意卫生这2个原则，就能善用精力汤的优点，而避开潜在的副作用。第3大秘辛，抗癌关键营养素一个都不能少。刘医师强调，饮食固然是基础，但即使饮食再健康，有时身体仍可能缺乏某些抗癌关键养分，特别是癌症患者在治疗过程中身体耗损大，营养流失多，更要主动补充这些要素来提高存活率。在他的经验中，以下5大营养素对癌友尤为重要，每一项都像是帮助身体的抗癌弥补兵，缺一不可。维生素 D，这是近年来在癌症研究中大放异彩的明星营养素。维 D 不只是骨骼维他命，还能调节免疫系统，促使细胞正常分化。许多癌症患者被发现体内维生素 D 水平偏低，而充足的维 D 有助于降低某些癌症的复发率。简单来说，维生素 D 就像免疫军团的训练官，让免疫细胞更有效率地识别并清除癌细胞。我们可以透过晒太阳和补充维生素 D3 剂来确保体内有足量的维 D。对一般人而言，每天10分钟的日晒加上饮食中的奶蛋鱼，其实就有助维持基本的维 D。但对于已罹癌或高风险族群，医师可能会建议额外补充营养剂，把血中维 D 浓度提高到理想范围。Omega-3 脂肪酸，这是一种存在于深海鱼、亚麻仁籽、核桃中的好油脂。Omega-3 最广为人知的是心血管保护作用，但它同样也是抗癌利器。其一， Omega-3 具有强效抗发炎功能，能够抑制体内慢性发炎反应，间接降低癌细胞生长的温床。其二，研究发现 Omega-3 可干扰癌细胞膜的构成，影响癌细胞的增殖讯号。一些临床研究显示，癌症患者若适当补充鱼油，体重下降和发炎指标会获得改善，耐受治疗的情况也比较好。刘医师因此大力推荐癌友每天摄取富含 Omega-3 的食物，如鲑鱼、青鱼等深海鱼，或直接服用高纯度鱼油补充品。同时，一般人平时也应该多用橄榄油、芥花油这类富含不饱和脂肪的油料，少用猪牛油等饱和脂肪，透过改善脂肪酸比例来营造体内抗癌的环境。硒，别看硒只是种微量元素，却是人体抗氧化防线的要角。硒是谷胱甘肽过氧化酶等抗氧化酵素的关键成分，缺硒时，身体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就下降，细胞较容易受损变异。全世界有些地区土壤缺硒，居民罹患癌症的比率就偏高，可见一斑。刘医师指出，精准补充硒可以有效提升癌友存活率。对一般人，均衡饮食即可获得足量硒，例如全谷类、坚果、海鲜、蛋类都是硒的来源。但癌症患者可能因肿瘤消耗或治疗影响而严重缺硒，这时候专门的硒酵母营养补充就很有帮助。硒让身体的抗氧化部队时刻在线，不让癌细胞趁虚而入。益生菌与肠道健康，你可能好奇，
肠道菌跟癌症有什么关系？其实关系可大了。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有句话说，肠道好，免疫就好。我们体内的淋巴组织有大约70%都分布在肠道周围。肠道菌丛的平衡与否，直接影响免疫系统对敌友的判断和反应强度。如果肠道坏菌横行，发炎不止，免疫系统不但忙于应付肠道问题，还可能因慢性发炎而产生错乱，无法有效对付癌细胞。因此，刘医师很重视癌友的肠道调理。他建议多摄取发酵食品和高纤维食物，例如自制的优格、味噌汤以及地瓜、燕麦、绿叶菜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材，来滋养好菌，清扫肠道。必要时也可以直接服用高单位的益生菌补充剂，帮助重建体内菌相平衡。当肠道环境改善了，营养吸收变好，免疫系统稳定，身体自然更有本钱对抗癌症。有人打趣说，肠道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其实一点不假。好好照顾它，就是在帮助我们打赢癌症保卫战。抗氧化维生素与植物化合物，最后一项包含的范围比较广，就是各类抗氧化营养。癌细胞的产生和扩散，往往和体内氧化压力高、有害分子多有关。抗氧化物质能中和自由基，保护正常细胞免受伤害，也有助阻断癌变过程。维生素当中，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是强效抗氧化剂。维生素 C 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加强组织对肿瘤的包围隔离。在实验中，高浓度维 C 对某些癌细胞有直接毒性。目前许多癌症治疗中心也开始使用高剂量维 C 的辅助疗法。另外，植物中的多酚类也是抗癌好帮手，例如绿茶里的儿茶素、姜黄里的姜黄素、葡萄皮里的白藜芦醇等等。这些物质有的能促使癌细胞凋亡，有的能阻断致癌物引发的基因损伤。我们当然可以透过多吃蔬果香料来获取它们，但对于需要强力支援的癌症患者，医师有时会建议额外补充相关的营养补充品，例如浓缩绿茶萃取物、姜黄胶囊等，以达到治疗剂量。重点并非要大家记住每一种抗氧化分子，而是理解抗氧化营养的重要性。一个身体如果缺乏维生素 C、E 或者缺少多酚类，那就好比城墙有了缺口，癌细胞更容易突破防线。所以从日常饮食到必要的补充剂，我们都要确保这些抗氧化弥补兵充足到位，让身体保持在最佳战斗状态。第四大秘辛，有效解毒排毒，帮身体清除癌的温床。癌症病人常常担心的一件事是治疗的副作用和体内毒素累积。例如，化疗药物虽然杀死癌细胞，却也可能伤害肾脏肝脏，肿瘤快速坏死分解，大量毒素释放入血。如果解毒排毒不及时，人体脏器可能不堪负荷。因此，刘医师提出5招有效的排毒方法，不只能减轻治疗副作用，一般人平日也可据此养成良好习惯，把体内垃圾定期清走，不给癌症可乘之机。多喝水，促进代谢，水是最天然的解毒剂。充足的水分可以帮助肾脏过滤血液中的废物，并透过尿液将毒素排出体外。同时，水分也滋润肠道，预防便秘，加速排泄。有时候疲劳、头痛、皮肤差，其实都是体内脏东西太多又缺水。刘医师建议，癌友每天至少喝约2000毫升的开水，平均分配在1天中。不喜欢白开水的人，可以适当喝些淡茶、花草茶，或加入柠檬片增添风味，但避免含糖饮料。保持身体如清泉细流般运作，新陈代谢畅通无阻，毒素就不易淤积。高纤维饮食，天天通便。俗话说，宿便是百病之源，肠道不通，毒素就在体内重复循环，被大肠吸收入血，长期下来可能增加大肠癌等风险。尤其癌症患者因活动少或药物影响，很容易便秘，因此一定要摄取足够膳食纤维，每天至少2到3份水果、5份蔬菜，以及适量全谷杂粮，来确保肠道有足够扫把清扫残渣。如果仍然排便不顺，可以吃些黑枣、奇异果或亚麻籽粉等天然食材来帮助肠蠕动。总之一句话，每天都要顺利如厕，把身体代谢产生和分解肿瘤产生的废物，通通赶紧打包送出体外。规律运动，
流汗循环。运动的好处我们听得多了，其中一项就是帮助淋巴循环和排汗。淋巴系统是体内的下水道，遍布全身的淋巴管会收集细胞代谢、废物、毒素以及病原体，而不像心脏驱动血液那样，淋巴液需要肌肉运动挤压才能流动。所以适度运动对排毒极为重要，哪怕只是每天在家拉拉筋、走动10分钟，都能促进淋巴流动，把癌细胞残骸等废物送往肝脏、肾脏处理。另外，出点汗更是排毒妙方，汗液中确实带有一些重金属和化学微量毒物。当然，癌症病人的体能可能较弱，不必强求大量出汗的激烈运动，但可以选择散步、瑜伽、太极这类温和活动，量力而为，持之以恒，持续的微微出汗与心跳加速，就在暗中支持着身体的排毒工程。护肝食材辅助解毒，身体的排毒大将是肝脏，前面提到的十字花科蔬菜就是肝脏的好帮手。此外，刘医师还推荐了一些有助肝肾解毒的食材，例如每天早上起来喝一杯温柠檬水。柑橘类富含柠檬酸和维生素 C， 能促进肝脏酵素运作，又如绿茶，其中的儿茶素不仅抗氧化，还能增加肝脏对某些致癌物的解毒速度。中药里的姜黄被称为天然肝脏保护剂，前面提到它抗癌，也能减轻肝脏发炎。再来像姜、薄荷、决明子等草本，泡茶饮用对肝脏排毒也有温和注意。还有一点常被忽略，蛋白质解毒离不开各种酵素，而酵素是蛋白质构成的，缺乏蛋白质时，肝脏解毒功能也会受损。所以癌症患者即便食欲差，也要设法摄入足够蛋白，例如喝些豆浆、鱼汤，这样肝脏才能有料可用，帮你解毒。充足睡眠，身心排毒，最后一招排毒秘诀，其实就是好好睡一觉。睡眠是身体自我修复、清理的黄金时间。深睡时，大脑会启动类淋巴系统来清除神经元代谢废物，肝脏则加班分解血液里的毒素。一个睡眠充足的人，肤色红润，思路清晰，正是因为体内环境清洁如新。而睡不好的人，不但黑眼圈重，免疫力差，长期失眠还会让身体处于压力状态，产生更多氧化物和发炎物质，无形中为癌症敞开大门。因此，刘医师提醒癌友务必保障睡眠品质，必要时可以寻求医生协助改善睡眠。对一般人而言，每晚7到8小时的优质睡眠是送给身体最好的礼物。当我们睡得好，体内排毒系统就能顺利运作，新的一天也就有了干净的开始。第5大秘辛，严防感染与复发，稳固胜利果实。最后一项秘辛往往被大家忽略，但刘医师再三强调，癌症患者一定要严防感染，康复之后也要防止复发。先说感染，对于在治疗中的癌友，体内白血球常因化疗等下降，免疫力变差，此时哪怕区区感冒或细菌感染，都可能一发不可收拾。刘医师提醒，身体传出的任何感染警讯都不容轻忽，例如发烧超过38度，持续的喉咙痛、严重腹泻、伤口红肿化脓等等，这些都可能是感染信号，要立即就医处理。很多癌友及家属过去没经历过免疫低下的状态，可能心存侥幸，觉得多休息就好，结果延误治疗导致败血症等致命情况。所以刘医师的保命一招就是，宁可提高警觉，及早介入，也不要错失黄金治疗时间。在日常防范上，他也建议癌友做好以下几点：饮食彻底加热煮熟，保持个人卫生，避免去人多密闭场所。家人同住的话，尽量让患者有相对独立干净的环境。有了这些防护措施，就像在周围布下防线，不给外界病菌入侵的机会。再来谈防止复发。当患者经历艰苦的治疗，终于把癌症赶跑，往往以为从此高枕无忧，恢复以往的生活饮食习惯。然而，统计显示，许多癌症在初次治愈后的5年内是高风险复发期。如果我们松懈下来，癌细胞残余的势力可能卷土重来。刘医师提到，他治疗过的患者中，有一位就在抗癌成功后持续维持健康生活，结果4年多都没有复发。他是怎么做到的？原来，这位患者没有因为肿瘤消失就停止先前的努力，反而更积极地过养生防癌的日子。
他每天仍然保持着抗癌时期的饮食习惯，低糖、高蔬菜水果、高好油和适量蛋白质，持续服用医师建议的维生素、营养素，同时规律运动、早睡，不碰烟酒和加工食品。可以说，他已把那些抗癌方法融入生活，让身体一直处在最佳状态，癌细胞自然无机可乘。对于所有康复者，这都是宝贵的经验。战胜癌症不是一触可及，而是一辈子的实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生活失去乐趣，每天绷紧神经，而是说我们应该找到健康生活与自我享受的平衡点，把防癌的习惯当成新常态。当健康的饮食和作息变成一种习惯，反而不觉得辛苦，因为你的身体会日渐强健有活力，充分享受癌症远离的安心。说到这里，我们再回到最开始的问题，吃这些食物真的能杀死癌细胞吗？现在你大概明白，答案是间接地能，并不是说吃一口花椰菜，喝一杯精力汤，癌细胞立刻呜呼哀哉，而是透过上述5大秘辛，我们在体内打造出一支坚不可摧的抗癌军团。饮食控制让癌细胞缺粮少能，营养素补充让免疫战士更强大，排毒措施摧毁其藏身之所，严防感染则杜绝外患内乱。如此多管齐下，癌细胞要不被我们饿死，就可能被我们自体免疫活活咬死。那位在半年内癌症消失的奇迹患者，也正是靠着这样全方位的策略，最终笑到了最后。当然，我们不鼓吹放弃正规治疗去单靠食物疗法，而是希望大家明白，抗癌是场综合战，医生有医生的武器，而我们自己也握有强大的武器，那就是日常生活的选择。别小看餐桌上的菜色，每天的作息，它们决定着我们体内的环境，是适合癌细胞生长的温床，还是令癌细胞寸步难行的壁垒。答案其实掌握在我们手中。最后，用刘伯仁医师的一句话作结，癌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放弃改变的权利。每一口食物都有改变体质的力量，每一个生活习惯的调整都可能成为压垮癌细胞的稻草。希望今天分享的5大超级防癌秘辛能让您看到希望。无论是预防癌症，或与癌共存，乃至战胜癌症，我们都不是无能为力的。从现在开始，就让我们跟着名医的指引，好好吃，好好睡，好好动，培养体内的正气，断绝癌魔的后路。或许再过半年、1年，您会惊喜地发现健康的大逆转正在发生。记住，身体就是自己的医生，善待它，癌细胞也拿你没办法。